嗨，大家好。就在辽宁舰持续在台湾东部外海做实战化演练的同时，驻扎在日本横须贺的里根号航空母舰在时隔7个月后再次复出，并立即进入到了部署状态。里根号航母从横须贺出发，由北向南进入西太平洋。这个复出时间点的指向再明确不过了，正是冲着我国辽宁号航母战斗群而来。再加上贴身跟拍的御用摄影师出云号直升机航母和此前在菲律宾海整个待旦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中美日三国共4艘大型航母，外加几十艘驱护舰只齐聚这片海域，紧张气氛陡然升高。而与此同时，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继续发布中国舰艇的踪迹。辽宁舰在14日已向东大幅机动了约400公里，看来面对美国南北夹击的双航母战斗群，完全没有退缩的迹象。而且我在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官方推特的最新贴文中看到，辽宁舰上舰载机的起降次数已经超过了200次，看起来辽宁舰的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也丝毫没有停止的痕迹。鉴于林肯号是在今年1月部署在西太，当时接替的是 F-35C 坠海的卡尔文森号，而在6月林肯号也要返回美国母港进行休整，并由里根号接替。那么面对辽宁舰此次的高强度起降作业，交接中的这2艘美国航母是否会给中国海军演示一下双航母协同作战的高强度训练呢？他们的单日起降次数又会是多少呢？的确值得期待。不过千万别再出现跟上次卡尔文森号一样，舰载机不慎坠海，监控小妹边刷剧边看监控的糗事了。鉴于辽宁舰此行以训练目的为主，所以与美日航母擦枪走火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不过不排除在未来一旦中国统一之战开打，中国海军将在太平洋直面美日航母的挑战。首先日本方面，日本在2战后一直都想重温此前的航母大国梦。上世纪70年代就通过真名级和白根级直升机护卫舰以及后来的大鱼级登陆舰积累建造航母的经验。进入本世纪，相继完成了2艘满载排水量 1.9 万吨的日向级直升机护卫舰日向号和伊势号，又规划了2艘更大的出云级直升机航母出云号和加贺号，这2艘分别在2015年和2017年服役。尽管日本海自说2艘日向级在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搭载固定翼飞机的需求，单纯是直升机护卫舰，但外界普遍认为经过改造是可以搭载垂直起降的固定翼舰载机 F-35B 的。到了出云级，日本防卫大臣不再隐晦，2018年时称2艘出云级将改造为轻型航母，以搭配 F-35B 作战。改造内容主要是增加甲板的耐高温涂料，以避免 F-35B 垂直向下的尾喷口喷出的高温气流破坏甲板。另外还跟美国的美利坚级2栖攻击舰一样，增加了一条黄线，以便 F-35B 降落。这是2021年10月延国基地海军陆战队的2架 F-35B 降落出云号的画面。这样日本现役总共可以派出4艘准航母，可以在开战1至2星期内迅速部署到台海周围。而上面搭载的固定翼舰载机 F-35B 尽管无需弹射器或拦阻索就可以垂直起降，但在航程、载弹量和机动性能方面不如 F-35A 和 F-35C。相比歼十5而言， F-35B 的稳定盘旋能力又明显不如，因此近战格斗能力相对较弱。但凭借隐身优势， F-35B 可远距离发现并锁定歼十5，进而完成超视距击杀。即便歼十5增设新型有源相控阵雷达和电子对抗系统，也很难彻底抵消代差的劣势。不过所幸受到 F-35B 产能所限，又要优先英美，像英国的2艘航母还在嗷嗷待哺舰载机之中。日本订购的42架 F-35B 只能到货18架，最快还在2年之后，形成战斗力恐怕要再往后拖了。所以如果在此之前爆发战争，这4艘准航母也只能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提供平台罢了。也难怪这次紧随辽宁舰的出云号没有搭载任何一架固定翼飞机，只承担了一些反潜和拍照工作。再接下来美国海军有10艘尼米兹级航母，外加1艘还在服役期海试的福特号，现役共11艘。其中1艘的母港为日本横须贺，其余的母港均在美国本土。这10艘尼米兹级并不是同时使用，是按照1/3的部署规则。10艘航母中只有1/3是可以部署的，还有1/3在造船厂维护整修，最后1/3处于准备中或者刚刚结束部署的状态。部署周期通常为6个月一轮。美军航母虽多，能调配的其实有限，而且还要全球部署，主要战略方向有3个，那就是中东、地中海和西太。如果要在亚太部署2个航母战斗群，就要从地中海或中东抽调1艘，这样在战略上就会顾此失彼。而美国在未来并没有扩大航母规模的计划，建造福特级的目的是为了逐步取代老迈的尼米兹级，而从军费角度讲，美军也无力承担新增航母的方案，所以未来在西太仍然是常备1艘航母的规模。那很多人就会说了，今年初不是很多媒体都在报道
美军3艘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中国周边，是在调整新的战略方向。其实并不是。当时这3艘航母中，母港位于横须贺的里根号还在趴窝中，根本动不了。而完成为期半年部署的卡尔文森号即将返港，接替它的是林肯号。双方只不过在交接期在南海来了个双航母演训，大家互相拍完照，各回各家而已。这也是在交接的特殊时期，美国双航母战斗群的常规操作。只不过那次是因为 F-35C 降落时的坠海，才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和关注。实际上，在亚太，美国一艘常备航母的部署策略并没有改变。这次林肯号的部署周期也已接近半年，与休整完毕的里根号交接完毕后，就要返回母港了。当然，你说在极限条件下，美军当然是有能力将3至4艘航母战斗群一同调往西太平洋的。不过，在台海开战的1至2周内还办不到。考虑到俄乌之战已把俄罗斯海军不可逆的迅速衰退摊在了阳光下，我想很多不太关注军事的朋友也都看出来了。这样，美国海军的战略重心势必会向亚太进一步倾斜，所以我们高一点估计，美军会在我国统一之战打响后，短时间内部署2艘航母战斗群在台海周围，再加上日本的4艘准航母和第7舰队常驻的1艘2栖攻击舰，中国海军将在未来面对美日7艘航母的规模。而中国方面，003航母将在2024年服役，2025年初步具备作战能力，而上面将搭载世界上第2款舰载五代机歼35，以及固定预警机空警600。而三国中唯一的重型舰载机歼15在003上可以采用电磁弹射起飞，弥补了航程和载弹量的不足。再加上001和002，中国在舰载机上可以派出5代机与4代机的组合编队，勉强与美国2艘航母上的 F-35C 和 F-A-18一较高下。不过，如果再加上5艘轻航上的 F-35B， 数量上我军将处于绝对劣势。换句话说，如果战斗发生在大洋深处，我军并无胜算。不过，台海之战距离中国大陆太近了，舰载机数量上的不足可由陆地起飞的歼20、歼10C、歼16战斗机群弥补。而在这个距离，美日航母在第一波攻击后的生存能力也将大大下降。05万吨大驱和052D 的新型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鹰击21，再配合空机的轰6N和陆基的东风21D，三位一体的导弹与美日7艘航母的反导力量是不足以抗衡的。所以，美日的舰载机虽多，但会面临起飞后无舰可降的窘境。而且，如果日本下定决心参战，那么冲绳一线的所有可用机场将全部在火箭军东风导弹的覆盖范围内，第一时间将被摧毁。而如果美军选择在关岛起飞大量配有反舰武器的 B-1B 超音速轰炸机参战，那么关岛的军事基地也将成为火箭军东风26的目标。所以，基于强大的陆基反舰能力，中国海军在航母和舰载机上的劣势将被逆转。也难怪美军参联会副主席海顿空军上将承认，在最近的一次围绕台海模拟的中美冲突中，美军遭遇了惨痛失败。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军到底会参战吗？一旦统一战争开打，解放军势必会在台海周围画出一道警戒圈，任何驶入的军舰将被击沉，任何飞入的战机将被击落。那么摆在美国人面前的就只有2个选择了，一个是在圈外观望并与解放军商议撤侨事宜，另一个是一头扎进来，为了台湾与解放军拼个你死我活，不惜将局部战斗引向全面战争。个人认为第二种可能性已经无限趋近于0。试想，俄乌开战已近3个月，还没有任何一艘美国军舰驶入过黑海。美军尽管不会派航母直接参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岛上不会有美军的身影。鉴于亚速钢铁厂里的大鱼浮出水面，美军几个退役将军上校被困其中，并且还拥有残留乌军的指挥权，所以不排除在我军登陆后，美国人带着激进台独分子躲在城市居民区中，与解放军开启旷日持久的巷战，并拿台湾的百姓做肉盾。毛主席曾说，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在未来的统一战争中，我们要快、准、狠地完成登陆作战，并将残余美军和顽固台独尽速消灭，为太平洋上的航母对峙创造最有利的战略环境，胜利完成解放战争的这最后一战。提着灯穿过远洋
继续下潜，无需誓言，我的心像自沉的旧木剑，没入深渊。永别了我曾凝望暂时航向的日出，陌路暂住，容我吹熄，藏起火种向宇宙远